原来它是19世纪银行改建的建筑哎，这家餐厅本身就是一个古迹，我真的没吃过这么酥的面包，千万不要被骗了，它是洋葱。为什么我要讲到那么文绉绉啊？下酒的小菜，跟它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sper。今天我们漂洋过海来到一座小岛上，我们今天来到 Victoria， 我要来试一家我每次来都很想吃的餐厅。我其实是很想去吃 Fin 的，但是因为 Fin 今天没开，所以我就来试这家 Bard and Banker。我们来试试看它好不好吃。我也其实不知道它是吃什么的，我们来进去看一看它是吃什么的吧。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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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坐进来啦。哇，这间餐厅一走进来就超级有感觉，而且现在刚好是在 Holiday 的尾声，它很多那种节庆的装饰都还没有拿掉，我就觉得哇，超级有感觉的。而且不做功课不知道，一做功课吓一跳。我做完功课以后才发现，原来它是19世纪银行改建的建筑哎。然后你走进来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它里面其实是小小的隔间，而且它那个小小的隔间，它就会写说什么什么什么 office， 哇，真的超级有感觉的。那你们知道这家银行为什么会叫 Bard and Banker 吗？其实 Bard 就是诗人的意思。在19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 Robert Service 的人就曾经在这家银行工作过，而他是一个描写北方淘金岁月很有名的一个诗人，所以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御空诗人。所以你说这栋建筑是不是很有历史感呢？因为它是一家英式的小酒馆，所以你走进来就会发现它是用一些深色木头，就营造那种很温馨啊，然后很适合跟朋友喝酒聊天的这种气氛。这家餐厅本身就是一个古迹耶，所以来维多利亚真的要来试试看这家餐厅，真的超酷的。一走进室内啊，看到它颜色很深重的木头，还有一些它就是那种以前古代19世不是古代，以前19世纪留下来那种银行的室内规划之外，其实要多注意抬头看一下它的吊灯，因为它的吊灯也都是很有历史感的，可能也是19世纪留下来的，不太可能吧？我想这家餐厅有很多就是很英式的一些特色的菜。比如说它的 fish and chips 啊，然后还有它的牛排，这些都很有名，还有汉堡。但很可惜我们一样都没点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是 Happy Hour， 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些它 Happy Hour 里面推荐的 appetizer， 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主菜来试试看，毕竟你知道怕吃不完。这家餐厅我们真的很建议你要么就提早定位，要不然就不要在晚上非常 popular，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来，因为它就是一家酒馆，然后你知道来维多利亚的，不论是观光客或是本地人，就会来这里是不是稍微放松一下，所以它晚上今天是非常满的，提早定位会是比较好的。OK， 这家上菜速度不错，如果你今天很饿的人不用担心，它上菜的速度真的还算蛮快的，一下子就先来了这个炸虾，每只虾看起来都很大只而且它里面还有美乃滋酱。然后撒一些芝麻，炸的有够酥的，我来吃吃看。好厚实哦，好吃哦，这真的味道很好。然后它那个美乃滋上面还有一点点辣油，所以是中西合璧嘛，不会辣，那个辣油只是点缀而已。好吃好吃。然后我的好朋友跟小助手来点了这个生蚝。你们也知道我不吃生的，所以这道菜我就是有 pass 的。可是它的生蚝看起来有大有小是没错啊，但是看起来很新鲜就是很 juicy 的感觉。看他们的口感觉得怎么样？哇塞！一转眼菜全上来了，好夸张哦！但很好，适合很饿的人。那我要先来吃它这个鸡翅，鸡翅也是在 Happy Hour 的 menu 上面的哦。你看它的鸡翅真的超级大只的，每一只真的都很大然后我来吃吃看好不好吃。有热，里面真的很热。就是一般的那种炸鸡翅，可是因为它的表皮很酥，它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它酱汁有一点 cheese 的味道，然后咸咸的。好吃里面的肉很嫩，然后表皮很酥，而且你看它的表皮有没有很厚一片，咔哧咔哧，好吃好吃，而且肉里面还有汁哦，非常烫，请小心食用，真的很烫，好吃，而且它的外面那一层粉咸咸的，然后酥酥脆脆的，很适合下酒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吃的是肉丸，它的肉丸一上来就有大概6颗，然后再加上2片那个面包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面包真的无敌，我真的没吃过这么酥的面包。因为我想要撕开来沾那个酱，它就立刻这样酥脆的这样断开，然后就这样咬下去，真的哇，好吃。然后再配上满满的一口番茄酱。
哦，表皮是那种烤的那种酥脆，要稍微注意一点，不然就会刮到上颚的那一种。但是它真的很酥，然后里面因为很软，所以你一咬下去它就化开了。然后肉丸是因为我的好朋友跟小助手喜欢吃，我真的对于肉丸这个东西很一般。可是它的这个肉丸是用那个 chorizo 西班牙腊肠来做的，肉丸里面是长这个样子，蛮扎实的肉丸。我觉得沾了番茄酱以后，如果清爽解腻，不会很油腻。可是它的那个肉丸不是很脆弹的，它是有点绵软的肉丸，所以它不是像贡丸一样会弹的那种。喜欢吃肉丸才可以点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好，下一道我要来吃 calamari 哦。这一道 calamari 它没有在 Happy Hour 里面哦，所以它就没有特价，它就是原本的价钱。其实我觉得 calamari 每一家做的应该都大差不差，而且它端上的样子可能就跟一般的就很像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奇。但是它里面混了一些酥炸的洋葱，所以你会以为它是鱿鱼饺，千万不要被骗了，它是洋葱。正常。不会难吃，但就是正常。所以如果你想吃的话，可以点，但是不用为了特别来这一家吃这个 calamari。可是它里面除了鱿鱼饺以外，它会给你这种大管的小卷呢，所以你吃起来就很有鱿鱼的感觉。因为有的就是可能冰冻过或者什么，咬下去就不是那么新鲜，或者说它就比较不是口感那么多。但这个不会，这个真的童叟无欺，它味道就是正常，你想象得到的味道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小番茄。然后撒一点点 chili flake， 但不辣，可以当躲酒的小菜。为什么我要讲到那么文绉绉啊？下酒的小菜。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今天我点的唯一的主食，其他都是开胃小菜。就是这个青酱意大利面，它那个面条看起来就很对耶，我喜欢那种扁扁细细的面条，然后青酱。主要的蛋白质是虾，那个虾其实就跟刚刚前面那个炸虾感觉是同一种的虾，只是它这个没有酥炸过，然后它就是跟青酱的那个酱拌在一起，大汁脆弹没毛病，好吃新鲜的。它青酱好香哦，它是青酱奶油，所以你还可以吃到一点奶油的味道。然后这个面条啊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 linguine， 就有点扁扁的意大利面，不是那种圆状体的意大利面。它如果能稍微再粗一点，像 fettuccine 那种，应该会更棒。但是这个我也很喜欢，是好吃的，有奶油跟 cheese 的香味，然后青酱这种点缀在里面，不会有那种很浓郁的 pesto 的味道，而且面的软硬适中，它不会很硬。我之前去哪一家意大利面店Aspro Luigi 那一家海鲜的意大利面，就我的妈，那面条真的有一点硬，但这面条不会，软硬适中，很好吃。我觉得意大利面可以点，下一次想试试看它的 carbonara 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然后这个意大利面里面它也是一样有那个小番茄，然后它还有芝麻叶，蛮正宗的那种青酱意大利面会有的。可是我发现这意大利面是因为有很多 cheese 的关系，你放久了它会有一点点油，或是橄榄油。但吃起来不会很油腻，还是蛮清爽。虾子的话，一盘里面有5颗，然后都是那种大虾，也不错，蛮实惠。我是不知道价钱啊，小助手之后会上价钱。但是好吃，这个意大利面真的好吃。我觉得它的每道菜真的都很好吃。生蚝我没吃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其他的真的都很好吃。这家店跟它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之前只知道吃饼，但这家真的很好吃，下次来可以吃吃看。各位观众有没有觉得整个环境突然暗了下来？是因为原来他到了5点以后，他就会把整个餐厅的灯光调暗，变得更有情调，很适合约会哦。你说如果刚认识约会的2个人一起来这个维多利亚玩，然后来这家餐厅吃饭，多浪漫啊！都是很好吃的菜，所以这家餐厅推。好啦，现在他们上来啦。我们刚刚总共吃了4个生蚝，再加5道菜，然后还有2杯酒跟1个饮料，总共是131.86，加了小费以后是151。我觉得3个人吃151，又有喝酒，然后又有吃那么多道小菜跟主菜，这样子的价格，我觉得在维多利亚真的还不错哦。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有来 Victoria 岛的话，真的可以来试试看这家餐厅。我觉得它是继 Fin 之后，让我就觉得一家就是非常难忘的餐厅。真的很值得来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又到了呼口号的时候，一订阅一事情，订阅按下去，欢乐不会停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